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2月19日下午的15点32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那就在刚刚啊，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出现了一个1.92%的下跌，接近2%的下跌。我们看到啊，它的下跌的起始的位置呢是在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均线体系，就是在1440均线和1690均线。那这个均线位置附近开始下跌的原因呢，我还是认为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啊，在上周三凌晨3点啊，公布了加息50个基点之后，引发了道指的下跌。那道指的下跌呢，又带动了比特币啊下跌了10个点。那我们看到，那这轮行情依次下跌的顺序是道指、比特币，然后是上证指数。那我们前面说了，整个金融市场呢都是一条绳上的几个蚂蚱，那一个道指的快速下杀啊，这个占整个金融市场70%以上的一个资本的下杀动作呢，带动了整个金融市场的崩盘。那么我们回到道琼斯工业指数本身上来看啊，在之前的行情当中，我们在日线级别上观察到了悟空阴线和八节阴线的出现。悟空阴线出现之后，八节阴线出现之后，就有机会走出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也就是接下来的行情当中会走出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如果这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走出来之后呢，会跌到32000点。那么我们通过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可以发现啊，在周线级别上已经出现了标志性的阴线啊，周线级别的标志性阴线，悟空阴线和八节阴线。那如果出现周线级别的下跌，那道琼斯工业指数必然回到一个下跌的通道上来。如果这个下跌的持续呢，很容易出现2020年2月份的这个急速下杀动作，那必然引发整个金融市场的一个海啸啊。这个过程我认为大概会出现在明年的2月份前后啊，这个过程就会演化完毕啊。那么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从这轮行情的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本轮行情它的下跌的过程呢，首先它出现了一个低点15500 15500美金附近，形成了4次的等位置波谷。4次等位置波谷形成之后，它通过3次反弹，对19000到15500这个区间呢，进行了一个完整的回补过程。那么我们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呢，很容易出现一个新的低点但在4小时级别上没有出现并且出现了一个反弹动作反弹动作出现之后，站上了4小时级别的1440均线和1690均线在这个位置上站上之后呢，顶到了18300美金附近。但是我们通过画线来看18300美金这个位置是由9月份波峰连过来的连过来之后，在18300美金附近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所以呢，我在当天也就是12月14日左右就在视频里给出一个在这个位置上要布局一个空单布局空单的一个预期。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走到当前16500点附近之后，正在反复的横盘震荡震荡的原因我认为是等待今晚美股开盘之后它做出一个方向的选择。但是这轮行情在更大一个时间级别上，也就是日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了一个12月15日这里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也走出了八节阴线组。为什么叫八节阴线组呢？因为后面的所有震荡呢，都干扰了我们对下跌趋势的判断正常直接是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走出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但是后面的行情走出了3根 K 线的干扰但是我们依然判断这轮行情非常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上走出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那如果行情到达16000点附近，那么就会在日线级别上注意看日线级别上形成4次等位置的波谷，那么再次符合了我们江恩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之后，容易出现新低。那么新低如果出现之后，我们在前面行情当中看到了这个位置上走出了悟空阴线和八节阴线组，那么下方呢就可能走出更大的一个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完成一轮周线级别完成一轮日
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同时我们在周线级别上看到了在11月7日这一周出现了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所有的 K 线呢都是围绕悟空阴线做的回补和震荡。那么在周线这个级别上下方可能就会有八剑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走出一轮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如果最终走出周线级别下跌的话，行情的目标点位呢，我们给出的是10500附近10500附近。那么做行情只有这几点你可以获利。首先呢是坚持方向，目前呢无论是周线级别144日均线还是日线级别的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都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并且我们看到周线级别已经给出了一个下杀的 K 线这根悟空阴线代表了标志性的下跌已经出现这轮行情的下跌呢有可能得以持续趋势是下跌的。那么在行情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布局的位置就是上方阻力位附近的一个位置。我们看到目前在4小时级别的一个阻力区间呢，就是在16900美金附近。那再往上呢，18000美金这个位置也是一个更大的一个阻力。这个阻力呢是由9月份波峰连接过来的。所以呢，随着反弹，如果出现反弹在压力位附近积极的布局空单行情呢仍然有下跌的机会。通过这轮行情，我们观察到先是美股跌。美股因为美国大连印钞之后要加息，把这个水抽回来这个印钞就相当于放水加息呢就相当于抽水。抽水的过程当中那美股一定会跌给你看。如果美股跌给你看，比特币就会跌给你看，A 股市场也会跟随跌给你看。所以呢，它现在形成了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过程所以呢，下跌趋势目前还在反弹过程当中找到合理的布局空单的位置，分布式进场，分仓式进场把这个仓位打散。仓位打散呢，就相当于你是一个鱼雷要进攻一条航空母舰。那你是1颗鱼雷进攻航空母舰的命中率高，还是3颗鱼雷呢？我认为是3颗鱼雷以上你分仓式进场之后呢，把这个仓位打散你就能降低你做空的成本。那怎样降低做空成本呢？我认为是随着行情的反弹进场不断把你的仓位埋到空单里这样呢和做多类似的是做多是你在低位去补仓那做空呢是你在高位去补仓你的空单。那么后面的行情当中，我认为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到达10500美金附近之后你的利润是非常多的。就这一个观点呢，我是在今年4月份就提出来的。当时比特币还在4万美金附近，在这个位置上做震荡，没有人会说比特币能跌到1万美金附近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预测到比特币要跌到这个位置，原因是18年的行情当中，15年的行情当中，比特币的最大跌幅呢都是在85%。那么今年高点是在69000美金乘以15%，就是它的最低点的价格也就是10500美金所以呢，当前行情正在向空头发育随着反弹过程布局自己的空单最终呢可能会在行情当中获得很大的利润。当然，你每一个仓位都尽量设置止损保住本金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谈获利坚持方向，设置止损，分仓进场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这个交易对非常重要。目前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已经跌破了169日均线也就是这个绿色的均线这是日线级别的这意味着下跌很快可能会有所发育。那么在日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它这个有下跌趋势之后呢，我们看周线级别，周线级别呢在
今年9月份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啊，后面的所有的 K 线呢都是围绕悟空阴线展开的啊，也叫妖怪 K 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就容易走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走一波周线级别的下跌，平行于今年6月份啊5、6月份的这轮下跌行情。那么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啊，我们看到这个交易对上啊，之前的行情，它在一个箱体震荡过程当中，以横带跌酝酿了反弹行情，反弹过程当中依次突破了140均线、169均线，并且受阻于4877点波峰连线形成的位于$1700的一个压力位。到达这里之后，行情快速下杀，下杀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和八节阴线，八节阴线后面出现了非常多的干扰性 K 线，但是都没有将八节阴线杀死啊。然后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我们提到了一个观点啊，就是12月21日的这个焦点位相当于黑洞，黑洞呢对价格会有一定的吸引力作用，所以呢，目前行情重新回到了1150点附近。那么当前行情在1150附近呢，已经出现了多次的等位置波谷，这意味着行情可能很快会跌破$1100，我们之前给到的一个目标位，并且在周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了啊，周线级别上以太坊已经走出了悟空阴线和八节阴线，并且当前行情走出的是非常震荡的类似我们人生的沙僧阴线组。沙僧阴线走完之后，行情可能会很快出现唐僧阴线，最终形成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稀有。当然了，我们看到以太坊目前的下跌结构呢，它是弱于比特币的啊，因为之前有过一轮反弹，但是前面的行情当中，以太坊出现过4到6月份的加速下跌过程啊，在这个位置上，所以呢，如果以太坊最终走出周线级别的下跌，周线级别下跌之后呢，很可能会出现平行于4到6月份的一个加速过程啊，所以呢，目前还是非常看空以太坊的，并且我们观察到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之前画出来的这个波峰连线形成的弧形顶在未来肯定会做出一个平行于这个弧形结构的一个下杀动作。那18年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以太坊最大跌幅是95%，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虽然今年以太坊有各种升级的利好，甚至是连这个 POS 挖矿都取消了。POW 挖矿都取消了，目前不能用显卡挖矿只能是买入以太坊你有越多的以太坊，加越多的以太坊，获得的以太坊越多。但是熊市行情这些通缩通通不管作用，我认为低点呢很快会出现这个低点附近呢，虽然是这个空头能够获利的，但也是多头可以抄底的位置，所以耐心在这个$1100以下耐心等待这个低点那么当前还是应该有空头仓位低点出现之后，我们再做抄底动作。我认为到达$500以下是没啥问题的。我们理论的低点呢是在$260，但是$500以下，我认为是现货非常好的抄底机会包括 BNB。我们还是看一下 BNB 的走势呢非常规律我们调到它的现货因为现货行情里面我画了非常多的结构这个结构呢是具有参考意义的。首先呢，我们看18年行情当中BNB 是17年年末发行的然后17年11月份上线币安平台的上来之后然后回调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呢，我们看到$8.4附近，它形成了一个底边线，跌破底边线之后构造了一个黄金坑，黄金坑之后开始一波上拉，上拉在回调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形成了一个下跌方向的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我们认为是一个变盘的位置，开始重新上涨，缓涨之后我们看到在重新的这个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因为它这个
上涨速度比较缓啊，然后这个角度比较窄，所以呢，它这个焦点拉得比较远，但是我们认为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它是一个变盘的位置啊，发生第二轮的快速上拉动作。我们看的时间级别是周线级别啊，所以这个这个图就比较缩略啊。然后又一波快速上拉到顶691啊，然后回踩之后再次冲顶，我们看到啊，形成一个左高右低的这个顶部结构之后啊，开始回调。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 BNB 的结构呢，非常类似于18年比特币的结构。我们把这个 K 线调到18年的比特币。就是这个位置也是周线级别。我们看到18年的比特币行情当中它同样在6000点附近构成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非常明显我再画一下在这个位置上6000点附近构成平台，平台位置和上边线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在18年10到11月份。开始一个快速下杀那么这个结构呢和 BNB 的结构非常非常类似。我们看到当前行情 BNB 在干什么呢？对吧？它正在做出这个收敛三角形，那么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必然是发生变盘的位置。那我认为当前比特币的熊市还没有结束，所以呢 BNB 在目前200美金附近苦苦支撑，最终呢会跌出一个黄金坑。那么这个黄金坑呢，我们要看到它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呢是在50美金到100美金这个区间是在这个区间。因为前面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它不断的开始震荡所以呢我们给出的一个 BNB 的一个抄底的位置是在100美金之下那这个位置呢你就可以抄底，放心大胆抄底之后，在这个位置100美金之下形成筹码密集区之后，我认为后面的行情当中牛市重新回来之后，它会反弹上来，并且涨得更高。所以呢100美金以下的 BNB 是我们绝对的一个抄底的机会。那么当前行情它的低点我们看到前2天低点跌到220，220还不是低点耐心，对于现货来说耐心等待。对于空头来说，我认为你如果想做 BNB 当然我是不喜欢做 BNB 的，因为 BNB 之前涨得非常强势。你如果想做 BNB 的情况下，你可以把这个上边线作为一个止损位，这个止损位我看到是280美金，把这里设成止损，然后随着它的震荡，你可以一路做空。当然了，我认为是小一些杠杆倍数比满突然的拉升爆仓，因为这轮行情我们看到了 BNB。它的一个下跌是有非常多的利空干扰了它的一个正常行情。这些利空呢，包括有人怀疑它的 BNB 平台的一个质押度不够也有美国政客去打击 BNB， 甚至要起诉 BNB 平台怀疑它洗钱什么的。那这轮行情我认为是这些利空因素让 BNB 下来的，但是下跌趋势已经形成，它不容易改变，所以呢当前行情依然是看空。那么我们抄底的位置我刚才给了50到100美金这个区间可以进行抄底。然后 SNM 还是可以关注一些的因为之前我们看到它涨幅基本上是接近100倍最大涨幅达到了97倍97倍的涨幅过后筹码被快速派发到散户手里之后，我们认为它会在底部行情当中会逐渐的把这个筹码重新吸纳回来类似刚才我们提到的
BNB 和比特币的结构啊，当前行情它正在它已经跌破了它之前震荡过程当中形成的位于0.66美金的一个平台。跌破之后呢，在底部我认为它可能会有一个吸纳的过程，然后再度拉升。那么SNM 它的总量是4.44亿然后通缩之后，现在的总量是4440万枚。那4440万枚呢，它的流通量大概是有1000万枚，然后70%以上的流通量都在币安平台这些绝大多数流通都在币安平台。那外面的市场Pancake 上它的流通总量非常少，池子也非常小，所以呢，我认为就会有人在这个 SNM 上去打主意去做庄，因为你看它的总量是4400万枚，但是流通仅有1000万枚，1000万枚它的这个这么小的流通在很多山寨币种上，它可能都拉到100美金之上了。所以呢，我认为对于这个之前有过百倍币的币种行情慢慢走起来之后，还是有很大机会的超级主力呢，往往做出这样的动作就是西索拉洗抬阳套杀那么之前因为筹码过度集中于庄家，然后他做出了一个拉升动作，然后重新把筹码派发出去之后，再形成这个底边线之后在这个底边线跌破之后这个位置上重新吸收筹码之后它还有一定的机会。这个机会，这个拉升的机会，我们不确定它会有多长时间，但是根据股票和那个山寨币的运行规律，股票呢往往是2到3年做一个吸收筹码的动作，但数字货币往往是2到3个月就把这个动作完成了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股票市场每天只开盘4个小时，那么我们数字货币是24个小时，这个时间进度就比这个股票市场快了6倍所以呢时间也不会很长这个市场呢处处都是机会把握这个机会，在特别是在保住本金的情况下不断的在底部吸纳你跟随庄家去吸纳这个筹码，那必然呢会在未来获得你现货这方面的利润。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